意外重生后，全家人都能听到我的心声。要不要告诉老妈，她一直宠爱的养女实际上是我爸的私生女？只见老妈拉着私生女的手突然抖了一下。要不要告诉二哥，她其实是被我爸刻意养废的？这时，沉迷于游戏的二哥突然觉得手机烫手了。大哥要是知道他的腿是爸爸找人撞的，他会不会很难过？此时，坐在轮椅上的大哥头发丝都冒出了青烟。如果让他们知道我爸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迎娶他的白月光，那这个家是不是就散了？此时，全家人看我爸的眼神都变了。上一世我不过是和家里的养女吵了几句，我爸就残忍地把我从34楼给扔了下去，导致我当场死亡。但死后我没有立即飘散，而是变成了一缕魂魄跟在了我爸身边，所以知道了我爸很多的秘密。他和我妈结婚只是为了攀高枝，事实上他早就有喜欢的人了，那女人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们家的养女柳如烟。我爸自打从和我妈结婚开始，就一直筹谋怎么把我妈的财产占为己有，然后和他心爱的女人以及他的宝贝女儿一起组成富贵美满的家庭。可意外的是，我重生了，重生到我爸把柳如烟领养回家的这一天。如烟，还不快叫妈妈！这时候的柳如烟全身都在颤抖，眼神不敢直视任何人，像只受惊的小鸟。她无意间露在外面的手臂都是被鞭打的痕迹，也就是这么楚楚可怜的模样。上一世让我妈对她第一眼就产生了怜悯，而后将她视如己出。就在我妈主动伸手去拉着如烟时，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妈妈，柳如烟其实是我爸的私生女？这时我妈拉着柳如烟的手明显的抖了一下，她左右看了看，最后看向我，而我一脸无辜的看着她。我妈皱了皱眉头，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接下来柳如烟应该会扑进妈妈的怀里，委屈大哭，从而得到妈妈的同情。果然下一刻柳如烟就主动扑进了我妈的怀里，然后开始嚎啕大哭。上一世我妈很动容，也抱着柳如烟哭，这一刻我妈根本哭不出来，并且视线一直看着我。陈楠，是你在说话吗？没有啊，怎么了？不能让老妈知道我重生了，不然她肯定会把我当怪物看。这一刻我妈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脸不可思议看着我。如烟，别哭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陈楠，你带如烟去一下她的房间。我记得没错的话，上一世柳如烟要从楼梯上摔下来，然后说是我推了她。果不其然，柳如烟跟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然后就开始嚎啕大哭。我爸则是第一时间冲过来抱住她，紧张地问道：如烟，你怎么了？不怪陈楠哥哥，是我狡猾，不小心摔下楼梯的。陈楠，如烟以后就是你妹妹了，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她？是不是从小我们把你宠坏了，什么坏事你都做得出来？我妈此刻也走了过来，但显然没有我爸那么激动。妈妈，你不要责备陈楠哥哥，我知道他只是一时不能接受我的到来，我能够理解的。上一世柳如烟就是这样成功让我妈对我有了偏见。完了完了，我又要被爸妈责备了，不管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要说了。这时候我妈看我的眼神明显带着些愧疚和难过。下一刻，我妈狠狠地踢在了柳如烟的脸上，直接把她踢懵了。我刚刚看得很清楚，是你自己摔下来的，你居然污蔑我儿子，难怪你被人领养了多次，都被人退了回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妈妈，我不是故意的。那个如烟一直被人虐待，缺乏安全感，所以可能对有些事情产生了些错觉，都是误会。你干嘛这么说他？别把孩子吓到了。这时我明显感觉到我妈正准备揭穿我爸的阴谋。这个时候要是揭穿老爸，他不会承认不说，还会打草惊蛇。毕竟老爸现在还握着公司的好多股份，两个哥哥也一定是站在我爸这边。平时爸爸是慈父，妈妈是严母，真的闹起来，说不定两个哥哥都会帮着爸爸。只见我妈沉默了，大概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于是对我爸和柳如烟说道：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刘姨带她去房间。我妈直接吩咐，刘阿姨连忙带着柳如烟上了楼。我爸本还想给我妈解释，但这次我妈拉着我的手，头也不回的从我爸面前走了。真是奇了怪，平时我只要哄哄她，她就会喜笑颜开，今天怎么会突然对我爱答不理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心中冷冷一笑，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陈楠，你告诉妈妈，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关于你爸爸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表情无辜，连忙摇头。我不能说，说了妈妈会失望的。记得上一世我发现爸爸和一个阿姨来往，把私生女都领养到家里来。我告诉妈妈后，妈妈说我小小年纪就会造谣，还打了我一顿。这时我妈的眼泪瞬间盈眶，满脸的心疼和内疚。陈楠，你是妈妈的儿子，妈妈这辈子最爱你了。从这天之后，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妈对我爸以及柳烟的疏远。每次柳如烟主动对我妈示好，她都视而不见。我爸给我妈献殷勤，我妈也爱答不理，甚至平时都不去公司的我妈，这段时间也变得频繁了，这让我爸和柳如烟都有些急躁。爸，只说那女人对你很好嘛，可我怎么做她都不喜欢我，到底是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段时间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可能更年期要到了，脾气不好，咱们不管她。明天你二哥要放寒假回家，他笨得很，你先把他讨好了。好的，爸爸。如烟，你要尽快取代陈楠在这个家的位置，一旦你得宠了，那以后我们要得到这一家的财产就轻而易举了，到时候我们就能接你妈妈过来享福。爸，你放心，陈楠这个温室里的笨蛋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对手？我很快就会得到全家人的喜爱。此时的柳如烟说话时胸有成竹，上一世确实如此。我不仅对她没有一点防备，还把她当亲妹妹看待，但她却处处算计我，让全家人都觉得我自私自利，到最后就只宠她一人。第二天，我二哥放寒假回家，
他是一个200斤的大胖子，平时从来不运动，就喜欢吃垃圾食品，也不爱学习，每天都在玩游戏。我妈也没想过我二哥会变成这样。二哥，我听爸爸说你最喜欢吃薯片、炸鸡、辣条、泡面，我早给你买好了，还买了你最喜欢喝的肥宅快乐水，不要告诉妈妈哦。我看到此时的二哥眼底满是惊喜，因为平常我妈不允许家里有这些东西，每次回家还会检查我二哥带回来的行李，根本不给我二哥吃这些食物的机会。二哥，你都长这么胖了，还要吃那些垃圾食品，真要当一辈子的死肥宅吗？此时二哥满脸横肉的笑脸一下僵硬了，他转头，视线锁定我，瞪着眼睛看着我。垃圾食品吃多了不好，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二哥怎么就想不明白呢？还有他想过为什么爸爸和柳如烟要给他吃这种东西吗？老弟，你刚才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一脸无辜，二哥也有些惊奇，因为他确实没有看到我开口。到底要不要告诉二哥，他是被我爸刻意养废的？可是二哥真的会因为吃多了垃圾食品得了食道癌，最后死的时候瘦成了皮包骨。二哥眼睛都瞪圆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是谁让你买这些东西的？这些不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吗？我爱吃你的西瓜皮，我都胖成啥样了，你还给我买这些东西，你是想害死我不成？小弟，怎么了，二哥？二哥犹豫了一下，可能有那么1秒觉得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我带了个礼物给你，喜欢吗？很喜欢。哇，好漂亮啊！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手办，像真的一样。我要是能够有这么漂亮一个手办就好了。上意识柳如烟就是用这种天真无邪又可怜的模样，促使二哥很大方的就把手办送给柳如烟。你喜欢是吧？那你就拿去吧，反正我不给柳如烟，二哥也会劝我给他，我还是别让他为难吧。真的吗？谢谢2位哥哥。哎，这么好看的手办怎么就碎了？我从小到大做梦都想要的，你就是不想送给我，你也不能打碎呀。二哥，你千万别怪陈楠，肯定是不小心的。我为什么要怪陈楠？你没接住手办，是你的错，要怪也是怪你。是陈楠递给我的时候故意扔在地上的，不过没关系，我不会计较的。你还敢计较？你有什么脸计较？是你做错了不知悔改，还挑拨离间，信不信我把你扔到西伯利亚种土豆去？我二哥声音很大，柳如烟被我二哥说的脸都红了。谁让你来我家的？给我走！这个家不欢迎你！柳如烟被吓得哇哇大哭。我爸本来是想要给足够空间让柳如烟去讨好我二哥，所以故意没在客厅。我妈也去了公司还没回来，但听到哭声的我爸连忙走了出来。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妹妹？你带回来的是吧？赶紧把她送走，我不想再看到她。你这说的什么混账话？如烟来到我们家就是家里的一份子，你这么大怎么还这么不懂事？亏你妹妹还给你准备了零食，冒着被你妈发现的风险给你买回来，你居然还不领情！我爸说到零食的时候，我就看到二哥气的头发都在冒烟。我要是二哥的话，现在就不和爸爸吵，反正吵了也没用。老爸带着柳如烟回家，就是为了抢我们家的家产。二哥这个时候应该发愤图强，重新改过，最后杀爸爸一个措手不及。二哥顿了顿，到嘴边的话就这么咽了下去。反正我是不会认她这个妹妹的。小南，我们走。说着，二哥拉着我就走了。我爸和柳如烟面面相觑，一脸的茫然，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全家突然变聪明了。南，我曾经是不是让你很失望？没有啊，我知道二哥很棒的。其实二哥只是被爸爸骗了而已。我知道他很聪明的，以后肯定会成为很优秀的人。二哥笑了笑，看上去有些感动。弟弟，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人，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的。从这天起，二哥就把手机里的游戏都卸载了，还去医院做了全身检查，然后制定减肥计划。除了减肥，我二哥重新拿起了书本，请了家教，整整1个寒假都在学习和减肥，直接把我爸还有柳如烟看傻眼了。明明他们什么都没做，为什么我妈和我二哥对他们的态度都变了？我妈原本都不去公司了，公司的事情全部都交给我爸处理，我爸就差一点就能收买公司的人心，成为真正掌控公司的实权者。结果我妈一去公司，那些原本飘忽不定的股东和高层全部都不买我爸的账，把我爸气得肾都虚了。你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回来讨好这家人的吗？怎么反而被你搞得一团糟？这离我的计划越来越远了，我还怎么带你妈来这里享福？我也不知道呀，我都是按照你教我做的，可他们一个个都不相信我。柳如烟委屈的都哭了，我爸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这让他开始变得有些暴躁。你大哥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他最信任我，也最感激我，其他人暂时不用管了，你大哥才是这个家的指定继承人，这次你一定要把他拿下。好的，爸爸，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一定会让大哥喜欢上我的。柳如烟保证，心里大概也有些不甘，他觉得他什么都比我好，比我会看人眼色，比我会表现自己，怎么会得不到全家人的喜欢？上一世我意外被我爸从34楼丢下去时，他还趾高气扬地嘲讽我说，他只用了1根手指头就让我一无所有。去世之后，我妈还有我2个哥哥，其实都很难过的，只是没多久就被柳如烟的糖衣炮弹给迷惑了。而我爸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亲生父亲。我亲生父亲在我出生不到1年就发生了意外去世，
他接近我妈，目的只是图谋我家的产业罢了。临近年关，我大哥才从国外养伤回来。这天我妈刚好在公司，二哥也在学习。柳如烟看到大哥后，就像看到亲爹一样开心。大哥，你终于回来了，我一直都很想见你。此时的柳如烟笑得像朵花一样，看起来人畜无害，实际上茶里茶气的。之前一直听爸爸说起你，说你成熟稳重又英俊帅气，闻名不如见面。你比我想象中更年轻更好看。大哥因为双腿残疾变得很不自信，甚至有些自闭。但柳如烟这般主动，明显让我大哥不太自在，却又抵不住他的热情。英俊帅气倒是算不上，只能说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吧。大哥，你坐了这么久的飞机，累不累呀？我帮你捶捶背吧。说着，柳如烟就非常积极的去给我大哥捶背。大哥，这力道还行吗？我知道你要回来，专程去学了按摩。按摩师傅还教我怎么按摩双腿，帮助血液循环。以后你回来了，我就天天给你按摩，好不好？我看到大哥有些尴尬，但最后还是欣然接受了。我爸看到这一幕也很欣慰。大哥要是知道他的腿是爸爸找人撞的，会不会很难过？现在又让柳如烟来讨好大哥，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大哥坐在轮椅上，脸色突然大变，猛地转头看向了我，发现我并没有说话，一脸的疑惑。大哥，你怎么了？是我按的不舒服吗？我坐了一天飞机累了，要回房间躺一会。几天后是柳如烟的生日，我爸几乎把所有重要的亲戚和朋友都请来给她过生日。偌大的别墅热闹非凡。陈楠，我身上这条裙子是大哥送给我的，听说好贵的，我好喜欢。你觉得好看吗？柳如烟故意在我面前显摆，她用这种方式来拉我对她的仇恨值，然后让自己成为弱小无助的那一个。我之前确实也中了她的计，和她闹得很不愉快，导致全家人甚至整个来参加她生日宴的人都来指责我。这次我才懒得搭理她，只淡淡的说了句：“真好看，和你很配。”你会不会嫉妒啊？以前大哥给我买了很多礼物，今天你过生日，他给你买一条裙子而已，这有什么好嫉妒的？还以为你会不高兴。我听说以前你最黏大哥了，这几天大哥为了让我在这个家能够更适应，所以多陪了我一些。我担心你会不开心，还好你没有，是我误会你了，你对大哥没那么依赖的。此刻大哥刚好推着轮椅过来，也不知道这几天柳如烟在大哥面前说了些什么。反正我大哥明显对柳如烟有了保护欲，他看到我们单独在一起，生怕我欺负柳如烟。爸爸说你刚来这个家，让我们多照顾你，难道我要像你一样得寸进尺，一直霸占着大哥吗？我一脸不解地问他。柳如烟被我说的有些难堪，但也只此一秒，下一刻他立马就厚脸皮地开始控诉我。你是在责备我霸占了大哥吗？可你刚刚明明说不在意的。说着，他的眼泪就跟不要钱似的疯狂往下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怎么了他。看到柳如烟哭得厉害，声音有些沉。怎么回事？没什么。柳如烟可怜巴巴地说道。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分寸的，陈楠，你别生气好不好？我来这个家是为了加入你们，不是来破坏你们的。柳如烟，你到底要多不害臊，才能够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陈楠，大哥问都没有问，直接就站在了柳如烟那边。如烟才来这个家，什么都不熟，妈和二弟又对她爱搭不理的，你作为哥哥就不能多照顾她一下吗？说完，我就看着大哥准备带柳如烟离开，刚走2步，柳如烟突然一个趔趄跪在了地上，裙子哗啦一下破了个大洞。陈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这一刻，因为柳如烟这一声尖叫，大厅中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过来。柳如烟看上去更加委屈了。怎么了？我……柳如烟哆哆嗦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敢说话。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爸问我大哥，大哥直言不讳，没给我留半点面子，把罪名直接安在了我的身上。陈楠把如烟的衣服踩破了。陈楠，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妹妹呢？她今天生日，你嫉妒心别那么强行吗？她这15年来没有过个像样的生日。此刻大厅中也有了些七嘴八舌的议论声。陈楠真是被惯坏了，怎么能让如烟当众难堪呢？不管怎么样，柳如烟进了这个家门，就是他们家的女儿了。陈楠怎么能这么霸道？我听说柳如烟这孩子苦命的很，陈楠真是没有半点同情心啊！所有人都在指责我，我看到我爸和柳如烟在一旁得意的笑，他们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了。恐怕我现在怎么解释都没用了吧？就连我最爱的大哥都觉得是我故意踩了柳如烟的裙子。我看到大哥愣了一下，他明显有些不解，为什么没看到我说话，怎么听到了我的声音？又在心里说道：其实我被冤枉也没什么，可我真的不想大哥一直被爸爸欺骗。大哥要是知道他的腿是爸爸找人撞的，会不会很难过？他是那么爱爸爸的呀，我真的不想让大哥伤心。大哥坐在轮椅上，我看着他脸色突然大变，他双手紧紧地抓着轮椅的两侧，愤怒到身体都在发抖。陈楠，你要是这么不喜欢我，我就离开这个家吧。我能够来到这个家，享受这1个月来的幸福，有爸爸妈妈，还有几位哥哥，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我不敢再奢求什么，也不想让你不开心。柳如烟这番发自肺腑的言语，瞬间感动了所有人。家里的亲戚朋友纷纷开始为他再次指责我。陈楠，这就是你不懂事了。如烟这么为你着想，你怎么不和她好好相处？听表姨的一句话，给如烟道歉，别这么任性了。
如烟心地这么善良，你有这么一个妹妹是你的福气，赶紧给如烟道个歉，别伤了她的心。柳如烟看这么多人都站在了她这边，自信心更足了。你们不要为难陈南哥哥了，我不想他难过。她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难过，好半晌才说道：我本来就是领养来的，我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家庭。你们都别说陈南哥哥了，我相信他不是故意推倒我，还要故意踩坏我的裙子。我毕竟只是个领养回来的孤儿，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家庭。爸，麻烦你今晚就把我送回孤儿院吧，那里才是我的归宿。你这傻孩子，我们要怎么才能够证明你在我们家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全家都是欢迎你的？我爸看上去很着急，一副很想留下柳如烟，却又想不到更好办法的焦急模样，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过一次，真的又要被他给骗了。爸不去当影帝都可惜了，这10多年他在我们陈家演的真是滴水不漏。我爸其实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亲生父亲在我出生不久就发生意外去世了，而我爸只是我妈公司里面的一个小主管。他在得知我妈丧偶后，开始对我妈进行了猛烈追求。我妈之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他对我爸感情很深，但也经不住他从我们几个孩子下手。3岁时我发高烧，烧得很严重，我妈因为我亲生爸爸去世后，一个人支撑着公司。那天刚好遇到公司紧急事情走不开，那晚就是我爸自告奋勇带我去了医院。当我妈忙完赶到医院的时候，就看到我爸抱着我在病床上睡着了。整整2年，我妈还是被我爸感动了。周围的亲戚都劝我妈接受他，我妈最后还是放下防备，和我爸结婚了。在外人眼里，我爸痴情又伟大，但谁都想不到，这一切全是我爸的阴谋诡计。我和我妈生孩子，是因为他早就和自己的白月光有了女儿，他也不想因为孩子和我妈有任何牵扯，他从一开始就想让我们家破人亡。上一世他确实做到了，他抢走了我妈的公司，逼得我妈自己跳了楼，还让我大哥在国外瘸着腿自生自灭。他眼睁睁地看着我二哥被病魔折磨致死，还一把将我从天台上推下去，让我死不瞑目。最后他带着他的白月光和他的宝贝女儿柳如烟，堂而皇之地享受着我们陈家的一切。此刻大厅中突然有人吆喝了一句：这不简单吗？柳如烟在这个家没有安全感，那你们给她点安全感。你现在送她陈氏集团股份，一旦有了股份，谁还能说她不是陈家人？说话的人虽然是我妈这边的亲戚，但早就被我爸收买了。而他之所以会用这个方法，也是因为我爸曾经得逞过。我不能要的，真的不能要。柳如烟连忙拒绝，一副体贴又委屈的模样。上一世这股份是我妈给的，我妈心疼柳如烟，就给了她10%的股份。这一世我妈不在这里，我爸就把主意打到我大哥那里。陈浩，爸爸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事情，你也知道爸手上的股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在公司为你妈分担工作上的辛苦。你现在暂时养病不用上班，要不你先拿10%给柳如烟，回头爸想办法把这部分给你补上。我爸说的理所当然，他不觉得我哥会拒绝他。刚刚我大哥可是为了维护柳如烟，当众给了我难堪。此刻他给柳如烟股份，就是对我最好的教训，所以他觉得我大哥不会拒绝。但他没发现我妈和我二哥下楼了，应该是佣人去禀报了。我妈和我二哥怕我吃亏，就赶了下来了。所以这一刻，全家人都一起听到了我的心声。大哥要是把股份给了柳如烟，那距离我爸抢走我们家的家产更进一步了。其实大哥的腿不是治不好，是爸爸根本就没有用心给他治疗过，国外的医生也是他故意安排的，好矛盾啊！如果让他们知道我爸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迎娶他的白月光，那这个家是不是就散了？我看到全家人看我爸的眼神彻底变了，我大哥愤怒到头发丝都在冒烟了。此刻柳如烟还在故意推脱，在我大哥面前娇嗔：爸，我不要，我怎么能要大哥的股份呢？大哥，你别听爸爸的，我不会这么不懂事儿的。说着他还主动伸手去拉我大哥的手臂，想要撒娇卖萌，结果刚碰到我大哥就传来哐的一声，整个人异常狼狈的被我大哥一下推翻在了地上，把所有人都看呆了，包括柳如烟都震惊到忘了喊痛了。我爸第一个反应过来，不可置信：陈浩，你在做什么？你怎么能这么对如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给我闭嘴！我大哥冷笑，看着我爸的眼神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上一世我死后变成灵魂跟在我爸身边，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也恨不得咬死我爸。大哥，你干嘛这么凶爸爸？是如烟哪里做错了吗？别喊我大哥，你不配。陈浩，你在胡说什么？如烟是个苦命的孩子，一直在孤儿院里长大，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疼爱，你怎么能这样子对他？他真的没有父母吗？我看未必吧。眼见大哥要把真相说出来，我努力让自己冷静，在心里说道：大哥，现在没有证据去控诉爸爸，肯定不会有人相信的，而且所有人都会觉得是我们全家在欺负柳如烟，因为爸爸和柳如烟让我们全家落下口舌，不值得呀。咱们家里是有监控的，只要回放监控就知道柳如烟是不是在冤枉我了。我看到大哥努力在克制自己的怒火，我爸还在数落我大哥车祸后性情就变了，其他人也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都站在了我爸那边，直到我大哥吩咐：五嫂，把刚刚大厅的监控调出来。如烟一听监控，整个人一下就慌了，他吓得连忙看向我爸，我爸也有点慌乱。你调监控做什么？我大哥没理他。不用调监控了，事情都摆在眼前，还有什么好看的？必须看，这个家我说了算，我不能让我儿子平白无故受了委屈。我妈开口，气势很强，让人不寒而栗。五嫂，调监控。是。
柳如烟看事情无法挽回，连忙从地上起来。既然大哥也不喜欢我，全家人都不欢迎我，那我走就是了。在没有给我弟弟证明清白之前，今天谁都不准走。我大哥呵斥，虽然现在双腿残疾，但他毕竟是我妈亲自培养的继承人，气势也不亚于我妈。柳如烟不敢说话了，我爸几次想要开口，最后还是闭了嘴。监控调了出来，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柳如烟自己摔倒，还故意弄坏自己的裙子，然后还恶人先告状的冤枉我。这一刻，柳如烟差点没有被口水淹死，纵然脸皮再厚，也羞辱的要死。他送走。我妈也不废话，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他。不，我不走。柳如烟一听说要送自己离开，整个人就受不了了。她才住上这好房子，才拥有了陈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她舍不得。也不得不说，这些年我爸怕露出破绽，没敢给柳如烟和她妈妈太多。柳如烟现在在我们家享受到的，自然和跟着她妈妈享受到的完全不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柳如烟哭得昏天暗地，要不是所有人都看到她的真面目，还真的又被她给欺骗了。我妈看都不看她一眼。送走，别脏了这个家。爸，你说话啊，我真的不想走。柳如烟又求我爸，我爸当然不蠢，他知道柳如烟没用了，当机立断和她撇清了关系。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你太让我失望了。说着，他又对我妈说道：“老婆，我真没想到他这么能装，我马上就送他离开，你千万别生气呀。”我妈轻笑了一下，现在看我爸就跟看跳梁小丑一样。我爸以为我妈是在气头上，也没多想，拽着柳如烟就离开了。我爸虽然很爱她的青梅，也很爱她的亲骨肉，但他把钱看得更重，否则也不会为了钱抛弃妻子。所以柳如烟这次被赶出去后，不会有好日子过。我爸肯定会把所有错都怪在柳如烟的身上。当然，这对我们全家而言已经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让我爸一无所有，罪有应得。我爸把柳如烟送走后，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着所有宾客的面给我们全家人道歉。我爸很自责，也表现得很无辜。他说他也不知道柳如烟是这样的人，他对柳如烟那么好都被骗了，现在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这件事受伤最大的是陈楠，他差点就被柳如烟给冤枉了。对，陈楠最受伤是爸爸的错，爸爸给你道歉好不好？爸爸保证以后再也不心软去领养其他的孩子了，你们以后就是爸爸的好儿子。我想呕，但我忍住了。既然造成了伤害，安慰几句太没诚意了，你应该做出实质性的补偿。那是必须的。陈楠，你告诉爸爸你想要什么，什么我都满足你。我爸一脸诚恳地说道：“什么都可以吗？”当然，爸爸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好，这是你自己说的，那我要你手上陈氏集团的股份。说什么？你要我的股份？你要我的股份做什么？这个不用你管，莫非你是舍不得？刚才你可是说了，什么要求都会答应我的，怎么现在要出尔反尔吗？我看到我爸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生了变化，他好半晌才支支吾吾的说道：“你才16岁，股份对你不实用，你还是要点别的吧。”可是爸爸刚刚说要给柳如烟股份的，难道在爸爸心目中我还没有一个养女重要吗？我一脸受伤的问他，看似随口一句话，难道柳如烟是你的亲生女儿？不然你干嘛对她那么好？这句话直接把我爸给吓到了。怎么可能？你别胡说，我就只有你们几个孩子。那爸爸为什么愿意给柳如烟股份，却不愿意给我呢？我的股份不能给别人，我还要在公司帮你妈妈做事呢。不用了，刚刚陈浩已经答应去公司上班了。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不愿去公司的吗？爸不相信，自从他找人把我大哥的腿撞残疾了，就认定我大哥会一直萎靡不振。我是家里的长子，我也是时候承担起家里的责任了。我大哥一字一顿，我爸恨得咬牙切齿，明显还是不愿意，但是找不到拒绝的理由。老爸，现在可以给我股份了吗？你刚刚可是说什么要求都会答应的。我眼巴巴地看着他，大厅这么多人，宾客也都看着他，他要是拒绝，自己也下不了台，因为现在的他也不敢和我们一家人撕破脸皮。在他看来，撕破脸皮他就只有这20%的股份，不撕破脸皮他还有翻盘的可能。他用了这么多年才走到这一步，他又怎么能甘心？好，最终我爸还是妥协了。我高兴道：“爸爸要把手上的股份都给我吗？”给你10%就可以了。刚刚我让你大哥给柳如烟也是这么多。在爸爸的心目中，我不该比柳如烟更重要吗？我装作一脸受伤的说道。他半天没说话，明显就是不愿意。我妈直言道：“当时你拿走我的股份时，可是口口声声说你不会要的，最后都要留给孩子的，现在不过是提前给了陈楠，弥补今天他受伤的心灵，怎么你就这么不乐意吗？”我爸被我妈架住了，下不了台，亲戚朋友那么多，也都看在眼里。他曾经的好男人形象，要不要维持就在他一念之间。他维持形象，那他这10几年的布局就白费了。可他不维持形象，他就只有这20%的股份。他的野心那么大，是不会满足的。我妈也没有催促我爸，给他时间好好考虑，反正尴尬的也不是他。我爸额头上的汗水一颗颗往下掉，旁边的人开始窃窃私语：哪有人真的什么都不图的？只是之前话说的太满了，现在有点打脸罢了。可不是吗？真的把孩子视如己出，又怎么会介意这点股份啊？这也太自私了吧！我看他好男人的形象一直是装出来的。我爸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终究是抹不下那个面子。我看到他眼底闪过一丝狠厉，转瞬即逝。下一刻，
他突然就表现得很大度。我怎么可能不乐意？这些股份我当年拿走的时候就说过，给孩子们保管。我只是在考虑要不要给老二10%。既然老大和老三都有了股份，那老二自然也不能少。我不用，直接给弟弟就行了。二哥直接拒绝，大家都知道他的心思，他觉得我二哥最好控制。现在我二哥表现出来的情分都是装的，维持不了几天的。这样啊，既然你不要，那我就给陈楠了。只要你以后别埋怨爸爸偏心就好。不会的，我们兄弟几个一条心，不会在意这些的。那就谢谢爸爸了。我妈半点没耽搁，直接把公司律师叫来，当场签了股份转让书。我爸大概死都想不通，本来叫柳如烟来是助他一臂之力，结果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肠子都悔青了吧？当然，这对我们全家而言还远远不够。等着吧，上一世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这一世我要你加倍奉还。爸，怎么把家产都给那个废物了？这些以后可都是我的，你为什么不给我留一点？你以为我想给吗？还不是被他们给逼的，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一家人都变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几天老大上班比我还勤快，还会抽时间做康复训练，很快我在公司连说话的份都没有了。爸，是不是你露出什么破绽？不然他们不会这样的。你以为我傻吗？我筹划了10几年，没想到到头来功亏一篑，我真的很不甘心啊。那现在怎么办？不能这样干等吧？爸，你得想想办法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自从把你带回去之后，这一切才开始变的。明天我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去，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能把他们一起都拿下。好的，爸爸，我等你来接我和妈妈来到这个家，一起享受好日子。第二天，我爸借口家里亲戚出事，要回老家一趟，就匆匆离开了。但就在他离开的当天晚上，又偷偷租了个车，驱车几十公里回到了别墅。他趁着我们全家人都睡着了，点了一把火，将我们家的别墅烧了。那时凌晨3点多，所有人都睡了，周围邻居也没有任何人发现。等物业发现时，大火已经将整个别墅都包围了。我爸第二天接到通知才赶回来，一回来就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旁人看着都止不住的心疼，纷纷上前安慰。我爸仿若听不到，他崩溃至极。早知道我就不走了，早知道我就陪你们一起去。你们死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他演得很真，可是没人注意到他眼底得逞的笑。现在我们全家死了，他就是唯一的继承人。就在他暗自得意那一刻，爸，你怎么了？我操！我站在身后叫他，我明显感觉到我爸身体抖了一下，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老公，你跪在地上做什么？我爸战战兢兢地回头，看到我们全家平安无事地站在他身后，吓得他直接瘫坐在地上。你们是人是鬼？我们活得好好的呀，昨天我们出海旅游了，现在才回来。你们没在家？我爸表现得很激动，可眼底的暴怒真的已经藏不住了，他恨不得马上赶了我们。没有啊，爸，我们家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爸眼神开始闪烁，他在努力控制自己。前几天听说有夜猫，我好像在门口处装了几个隐形摄像头，我现在就拿出来看看。说着，我就要拿出手机看监控回放，我爸直接被吓到，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拿过我的手机，疯狂地砸在了地上。所有人都看着他，我爸却笑着说：“那个，你们没事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就好。”我们一家人确实整整齐齐，但没有你了。我妈直接把话挑明了说：“什么？老婆你在说什么？”我爸慌张到已经掩饰不住了。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不最清楚吗？证据我都交给警察了，接下来你就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吧。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我爸直接疯了，死都不承认自己做的这一切。你昨晚放火烧别墅的视频，我已经交给警察了，看，警察已经来了。我爸看到警察撒腿就跑，可他怎么可能是警察的对手？3两下就被制服在地，狼狈不堪。他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临走前还大声冲我们吼道：“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我做的如此天衣无缝，你们不可能会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他想不明白，他到底哪里出了错？他接受不了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最后会是他自取灭亡。我爸因最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